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空腔首映来袭，朱一龙携手谭健次，制作班底顶级，王牌预定。在一众待映电影中，悬疑题材仍旧占据主流。陈思诚的《神探之痕迹》找来了张译、马丽等演员，作为陈思诚最拿手的题材，票房30亿打底不是问题。即将于清明档上映的《蜂蜜的针》积压了整整10年，但不管是阵容还是设定，放在今天都不过时。完全颠覆性的形象和演技已经拔高了这部作品的关注度。还有一部，则是网传将于今年暑期档跟大家见面的《空腔》。这部影片的制作班底堪称顶级，口碑与票房双收不是问题。最关键的是，剧情足够吸引人。以世纪大案为蓝本，人物原型成亮点。犯罪题材的作品，最具吸引力的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。而空腔将以9810这一被称为世纪大案的案件作为创作蓝本。影片中的主人公耿杰朱一龙饰演，因涉及跨境犯罪、非法买卖、运输爆炸物、私藏枪支弹药等严重罪行，最终被判处死刑。这一角色的人物原型，就是有着世纪贼王之称的中国香港重犯张子强。看看他的人生经历，确实充满了戏剧性。张子强的父亲经营一家凉茶铺，而他小学没毕业，开始混迹于黑社会。36岁那一年，他策划了一起震惊当地的抢劫案，把机场装甲运钞车中的1亿6千万港元一抢而空。然而张子强人被抓住了，却并没有判刑，原因是证据不足，为此还倒赔了一笔钱给他。而影片改编的主事件是他在港澳地区策划的多起富豪绑架案，不仅绑架过首富李嘉诚的长子，开出过10亿3千万的价格，还绑架过第二富豪郭炳湘，勒索6亿港币。他甚至还把目标对准赌王何鸿燊，但最终绑架未果。综合种种事迹来看，张子强就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罪犯，而他之所以被判死刑，是因为从内地非法购买了800公斤炸药、2000多枚雷管，想要运往中国香港，中途暴露被逮捕。影片的时长有限，不可能把张子强的经历一一还原，而绑架富商这条线无疑是最具看点的。因此，影片中的2位主人公，除了以张子强为原型的耿杰之外，还有一位反派富豪。而这位反派富豪没有特指绑架案中的某个人，但融合了香港首富李嘉诚和澳门赌王何鸿燊的特点，属于融合型的角色，不是常规的正邪对立，而是双恶对决。出身底层的耿杰从偷渡客逆袭成了富豪，是对金钱的欲望让他的身份进阶，但也蒙蔽了他的双眼。以他为主视角，也将从阶级与人性的角度展开讨论。由于故事的发生背景在中国香港、澳门等地，又是围绕着抢劫和绑架展开，必然少不了枪战对决。因此在这部影片中，还会有经典的港片元素，并且还原早期枪械，尽可能的做到真实。这样的作品必然不会让大家失望。眼前一亮又一亮，演员表太精彩了。看看空腔官宣的演员阵容，只能用震撼来形容。第一位，朱一龙。作为公认的影帝，朱一龙早已证明过自己的实力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3部，一部是《消失的她》，朱一龙饰演的何非一角，表面上看起来深情真诚，实际却是置心上人于死地的恶魔。朱一龙靠自身的演技保证了这部影片的悬念。另一部是《人生大事》，在这部电影中，朱一龙突破自我形象，不仅去掉了精致感，剃了寸头，还把那种看似不着调，实则善良正直的复杂演出来了。也正是这部作品，让朱一龙毫无意义地拿下影帝。还有一部作品是《河边的错误》，
虽然这部影片的票房并不出色，但朱一龙在影片中饰演的刑警队长马哲，破碎阴冷又充满了文艺气息，那种淡淡的风感被他演得恰到好处，也足见朱一龙的功底。选他来演耿杰，完全可以称得上神来之笔，而朱一龙也拿到新的人生角色了。第二位，谭健次。有多少观众对谭健次的印象还停留在偶像剧？不可否认，《猎罪图鉴》等作品的确让人印象深刻，但别忘了，他在《长相思》中饰演的香柳燕压一众男演员，而去年的《震耳欲聋》更是由谭健次独挑大梁，最终拿下了 7.4 的高评分。谭健次在这部影片中饰演的灰度律师，形象上完成了突破，演技更是让人深感动容。对他来说，早已实现了大荧幕转型。而出演空腔，最大的难度就是其饰演的富豪需要说粤语台词，就看谭健次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了。第三位，梁家辉。在《镖人》中，梁家辉饰演的老莫是最戳泪点的角色，而在《捕风追影》中，他饰演的狼爸反派又是截然不同的观感。短期内的2部作品，就让大家见识到了他的演技有多么强悍，正反派都不在话下。因此，不管梁家辉在空腔中演的是富豪还是警探，都将成为影片的一大品质保障。第四位，惠英红。同样出演了《镖人》的惠英红，实力也属一流，代表作一抓一大把，每一个角色都堪称经典。至今想起他在《血观音》中饰演的唐蛇月影，还让人忍不住后背发凉。明明笑起来和善又有亲和力，但冷脸的一瞬间又充满了杀气。但在我爱你中，他的演技又是那么暖心戳人，看得人眼眶红了一遍又一遍。有他在，无疑是为影片锦上添花的。第五位，叶童。年轻时刚出道就拿下了金像奖最佳新人，随后2次获得金像奖影后。叶童的天赋和实力，早在年轻时就展现得淋漓尽致了。这一次，他与合作过《我爱你》的惠英红、梁家辉再度搭档，必然默契十足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倪大红、魏诗雅、李诗画、袁富华、黄觉、俞灏明等多位演员助阵，光是戏骨就有10余位，阵容可谓空前强大。结语：这部电影的导演韩延曾经执导过《动物世界》、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等最擅长现实题材的作品，而朱一龙的人生大事、惠英红等4位戏骨主演的《我爱你》也是出自其手。他的作品质量十分稳定，均保持在8分左右，有他在就是妥妥的品质保证。而编剧陈书则是操刀过《刺杀小说家》和《绣春刀》，口碑也很出众，两人称得上是强强联合了。这样的影片没有不期待的理由。你觉得这部电影能拿多少票房呢？